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连田实所著的《恰到好处的孤独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孤独带来的3大益处；第二，享受孤独的2大诀窍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孤独带来的3大益处。作者指出，孤独可以分为2种类型：被迫的孤独和主动选择的孤独。被迫的孤独是指因环境或条件限制而感到的寂寞与失落，而主动选择的孤独则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，是在独处的时间里享受自由，专注于自己想做的事情。无论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接受，孤独终究会成为人生的一部分。即使身边有家人、伴侣或朋友陪伴，每个人最终都要面对独处的时刻。尤其是当我们步入60岁时，重要的不是试图逃避孤独，而是学会如何享受它。虽然这听起来或许有些令人感伤，但即使是在夫妻共同生活的情况下，60岁以后也可能面临失去伴侣的局面。因此，提早做好心理准备，学会享受独处的时光显得尤为重要。然而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孤独往往被认为是一种痛苦的体验。为了帮助大家改变这一观念，我将分享孤独带来的3大益处，让您看到孤独其实是一件值得珍视的事情，并从中感受到积极的一面。孤独的3大益处分别是：1. 培养强大的心理韧性，避免陷入孤立；2. 磨练内心的坚定性；3. 显著提升集中力，激发大脑前额叶的潜能。接下来我会逐一为您进行解读，让您更全面地理解孤独的力量。孤独的第一个益处是培养强大的心理韧性。在讨论孤独时，我们需要区分孤独和孤立的概念。孤独指的是在物理上独处，这种状态的感受因人而异。有些人享受其中的自在与平静，有些人则感到寂寞与失落。而孤立则是一种心理上的孤独，即使身边有人陪伴，也可能因为无法建立真正的连接而感到痛苦。作者指出，通过提升孤独力，我们可以避免陷入孤立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在孤立的状态下，危急时刻可能找不到可以依靠的人。然而，那些习惯于独处的人，往往能够选择适合自己的环境，拥有更独立的心态和生活方式。需要强调的是，独立并不意味着凡事都要自己去承担，而是指在真正需要的时候，能够找到值得依赖的人。懂得享受孤独的人深知，即使拥有再多的财富，我们也无法独自在一个无人岛上生活。因此，为了在独处时仍能过得从容，我们需要学会与他人建立互助的关系。孤独力的关键在于，平时能够享受独处的时光，同时在需要时能给予或接受帮助。换句话说，身处孤独的状态，不仅不会使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疏远，反而能够让我们更加意识到人际关系的重要性。此外，通过适当保持距离，反而可以加深与他人的关系。这种平衡能让我们在独处和社交之间找到更健康的状态，为生活带来更多的稳定与满足感。孤独的第2个益处是磨练内心的坚定性。孤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环境，可以深入审视自己，学会如何与自己相处。作者指出，这种状态可以磨练内心的坚定性。然而，有些人会批评那些内心坚定、独立生活的人，认为他们很自私。如果因为害怕这样的批评而无法享受孤独，作者认为这是对自私的误解。在他看来，自私其实是一个褒义词，它代表着对自己生活方式的珍视。那些被认为自私的人，往往能够独立判断，并按照自己的节奏过上符合自己需求的生活。在当今社会，个人的生存能力尤为重要，而孤独正是培养这种能力的绝佳途径。选择孤独意味着主动决定独处的状态，作者将其称为独自生活。这并非被动的疏离，而是一种有意识的创造独处时间的行为。通过这种主动选择的孤独，我们不仅能锻炼出更强大的内心，
还能在生活中找到更多的自由与满足。孤独的第3个益处是显著提升集中力，激发大脑前额叶的潜能。作者指出，首先，孤独能够显著提升自主性。当我们与朋友相处时，常常会为了迎合氛围而忽略自己的真实想法。这种过度在意他人情绪的行为，可能会削弱我们对生活的掌控能力。然而，在孤独的环境中，所有事情都需要由自己决定。这不仅培养了我们的决策能力，也增强了对人生的掌控力。虽然与他人合作完成任务是一件美好的事，但在群体中，人们往往更倾向于依赖他人做决定，而独处则迫使我们独立面对选择与挑战，从而变得更加强大。此外，孤独能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自己的价值观，增强自我认同感。当外界的社会性压力减少后，我们会感到内心更加宽裕，不再为无谓的人际关系烦恼，而是将精力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情。对于从事商业或创意工作的人来说，孤独还有额外的益处，激发独特的想法。就像古老传说中的智者一样，他们通过隐居深山，远离世俗干扰，从而形成了独立而深刻的思维方式。另一个不可忽视的优点是，孤独能显著提升我们的专注力。作者提到，独自用餐时可以全神贯注于食物，体验所谓的正念进食。这种专注于当下的行为不仅有助于锻炼前额叶，还能极大地提升我们的集中力。同样，当我们在家独处时，没有外界噪音的干扰，更容易专注于需要完成的任务，效率显著提高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孤独能让我们更懂得珍惜他人。通过体验孤独，我们更能理解他人的孤独，培养出爱与关怀之心。当他人陷入真正困境时，我们能够及时伸出援手，成为一个富有同情心和温暖力量的人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享受孤独的2大诀窍。对于那些一直和家人生活在一起的人来说，突然独自生活并立即过上孤独的生活，可能并不太现实。因此，作者为初次尝试独自生活的人介绍了2个诀窍。第1个诀窍是鼓起勇气，尝试时下流行的独自活动。对于刚刚开始独自生活的人来说，首要任务是创造一种归属感。乍听之下，这似乎与孤独的概念相矛盾。为什么独自生活还需要归属感呢？其实这其中蕴含了深刻的道理。孤独与孤立并非同一回事。孤独是一种可以让人感到心安的状态，而孤立则是心灵的疏离感。即使身边围绕着许多人，如果缺乏真正的连接，我们仍然会感到孤立。开始独自生活并不意味着要断绝与所有人的联系，恰恰相反，在享受孤独的同时，保持与他人的深层次联系尤为重要。然而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许多人可能发现自己的社交圈逐渐缩小，归属感也随之减弱。特别是当家人和朋友逐渐离世后，这种情况会更加明显。对此，作者建议不要完全依赖社交媒体。尽管社交媒体可以提供一定的陪伴感，但它毕竟是虚拟的。当我们真正需要帮助时，在线上的追随者未必能给予实质的支持。因此，寻找现实中的归属感才是关键。那么，对于那些没有朋友，或者几乎完全没有社交圈的人，该如何找到归属感呢？作者推荐尝试参与一些专为独自生活爱好者设计的活动，比如独自露营。近年来，独自露营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，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，从年轻人到老年人都积极参与。这项活动的独特之处在于，周围的人同样是独自而来，这种氛围可以让人自由自在地享受自己的时间，同时在人际交往方面没有压力。比如，您可能会在不打扰彼此的情况下，与隔壁的露营者交流露营技巧，甚至偶尔交换一些食物。这样的交流既不过度侵入个人空间，又满足了人与人之间适度连接的需求。这正是独自生活所需的平衡感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也加入了独自露营的行列。
因此，如果你想尝试独自生活，不妨从独自露营开始。这是一个让您既能体验孤独之美，又能与他人保持适度联系的绝佳选择。接下来是第2个诀窍，养成一个习惯，巧妙驾驭孤独感。当决定过上孤独的生活时，最大的挑战往往来自心理上的孤独感。人类对寂寞这种负面情绪非常敏感，因此要想真正享受独处时光，关键在于学会珍惜独处的美好，同时避免孤独感的过度膨胀。要避免孤独感的扩大，提升自我肯定感尤为重要。那些容易陷入寂寞情绪的人，通常存在一个共同点，他们的自我肯定感较低。由于无法给予自己足够的鼓励和认可，这类人往往倾向于依赖他人。那么该如何提升自我肯定感呢？核心在于培养一种凡事以积极态度看待的习惯。作者身为一位既精通医学又深谙人类心理的医生指出，虽然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可能很困难，但改变习惯却是可行的。如果您本身性格偏向消极，不必试图彻底改变自己，而是在现有性格的基础上，逐步培养正面看待生活的能力。例如，当遇到问题时，试着主动发现其中的积极面。随着日积月累，你会感受到自己的内在力量逐渐增强。此外，那些常常嫉妒他人或习惯与他人比较的人，也更容易陷入孤独感，因为嫉妒和比较使他们以外部标准来衡量自己。一旦独处，这些标准消失，他们就会迷失方向。要摆脱这种困境，作者再次强调自我肯定感的重要性，通过强化内心的自我认同，逐步减少对外界标准的依赖，才能真正感受到独处的自由与价值。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曾说过，人类只有在孤独中才能成为真正的自己，所以不爱孤独的人无异于不爱自由的人。这句话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：孤独并非一种可怕的状态，而是通往真实自我的桥梁。因此，与其抗拒孤独，不如试着接受并积极看待它。从现在开始，用乐观的眼光审视生活中的点滴，以此提高自己的自我肯定感。同时，在享受独处的过程中，保持与他人适当的距离，既不过分依赖，也不过度疏离，让孤独成为一种舒适的选择，去迎接这段充满自由与自我成长的独处时光吧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